三岁蹲在门口跟瑞宝谈着下班的条件，宋三岁出价1块胡萝卜，瑞宝表示不同意，至少再加1根竹笋。条件谈妥后，宋三岁回去给瑞宝开门，瑞宝则在通道门口处乖乖等待门开。今天下班点到了，瑞宝听到引导员一一发出了提醒游客们即将闭馆的声音后，回头望了一下，紧接着爱宝这里先走了回去。爱宝走后，宋三岁便来到了园区，呼喊着姐妹俩。此时的辉宝还在树上睡大觉，瑞宝听到声音后先走了过来，但是仍和宋三岁保持着安全距离。宋三岁眼看瑞宝不想搭理自己，只能自己主动了。宋三岁走上前问瑞宝能不能跟自己乖乖回家。瑞宝跟宋三岁谈起了条件，条件谈妥后，瑞宝这边便好办了。宋三岁直接给门打开，瑞宝痛快的回了家。而辉宝这里，宋三岁就需要思考一下了，因为辉宝此时还在睡觉。辉宝听到有声音靠近，立马起身坐了起来。宋三岁先是给辉宝一顿爱的抚摸和贴贴，使辉宝放松警惕。等辉宝放松警惕后，宋三岁绕到了辉宝身后，给辉宝的屁股从树杈中拖了过去。辉宝这时成了头朝下，不过辉宝的反应很快，给自己调转过身子来后，紧紧地抱住了树干。之后，宋三岁便跟辉宝在树缝之间展开了一场拉扯。此时就看谁能坚持得更久了。今天的宋三岁一定是吃了饭来的，体力方面完全碾压辉宝。辉宝很快就被宋三岁推了下去。宋三岁给辉宝推下去后也没有犹豫，直接给辉宝抱起，往通道门口走。走到通道门口时，给辉宝放下，然后自己回去给辉宝开门。而辉宝这里也没有再继续挣扎，就这样坐在门口静静等待着通道门打开。姐妹俩现在虽然对下班还有稍许的抗拒，但比起之前宋三岁爬到树上都摘不下来的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。哪只大熊猫能抵挡得住一根鲜嫩竹笋的诱惑呢？只见宋爷爷拿着一根包得干干净净的竹笋，对着瑞宝放了2下。此时正在爬树的瑞宝就从树上主动下来，好的，今天下班时间到了。姐妹俩此时还没玩够，瑞宝正趴在竹子风铃上，辉宝则正抱着小树干在姐姐下面偷吃小花解压。而宋三岁这里很快就等不及来园区收熊了。宋三岁拿着一根大竹笋来到园区，蹲在小亭子前，呼喊着姐妹俩下来，表示自己手里有鲜嫩的大竹笋，不过只有1根，先到先得。瑞宝听见后赶忙爬下小树，小碎步跑到爷爷身边。宋爷爷看到瑞宝过来了，瞬间化身宋三岁，赶忙起身离开。宋爷爷这是又给瑞宝耍了。瑞宝起身去追宋三岁，但很遗憾，瑞宝没有追上，气呼呼的走了回去，表示自己不可能再上宋三岁的当。谁知虽然宋三岁没有再出来，但给爱宝喊了出来，让爱宝出来收熊。瑞宝表示宋三岁真是越来越玩不起了。不过爱宝这次出来没有喊姐妹俩回家，只是在园区转了一圈，喝了点水后就回去了。看来这次宋三岁没有给够爱宝好处。爱宝不想给宋三岁白打工，但是此时的瑞宝已经按耐不住了，走进了通道门去找妈妈。宋三岁看到瑞宝走了进去，手疾眼快立马给门关上了。等辉宝过来时，辉宝一脸懵。宋三岁这是又在跟辉宝玩心理战了。如果现在给辉宝把门打开，辉宝并不会走进去，反而会掉头离开。只有耗尽辉宝的好奇心，再给辉宝把门打开，辉宝才会进去。果真辉宝很快就按耐不住了，主动走到了通道门口，查看这个门为什么关上了。不过此时宋三岁还是没有给门开开，辉宝也是有脾气的，不给自己开门，那自己就不进去了。辉宝转身头也不回的就走了。宋三岁这下感觉自己立马给通道门打开，但辉宝此时已经不想回家了。一会儿就算宋三岁出来跟辉宝求情，求辉宝跟自己回家，辉宝也没有理睬，反而还爬上了小亭子，表示让宋三岁自己进去，自己今晚就在园区睡了。辉宝现在再也不是之前愣头愣脑的辉宝了，再也不会被爷爷轻易拿捏了。瑞宝今天的警觉让爱宝丢尽了脸。爱宝原本正静悄悄地趴在小亭子上铲青团，结果辉宝被青团掉落的声音吓了一大跳，立马起身查看怎么回事。而瑞宝这里受辉宝影响，头也不回的直接跑走。爱宝此时尴尬死了。爱宝跟姐妹俩讲道，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，这让姨姨们会误以为妈妈的青团是有多吓人。而此时瑞宝这里眼看妈妈和妹妹都没跟上，回头看去才发现是自己太紧张了，又跑了回来。而爱宝现在根本不想看到姐妹俩这丢人的地方，爱宝一刻也不想多待。这时通道门刚好打开，爱宝直接走回了家。爱宝回家后，宋爷爷和圣熙阿姨来到了园区。原本正要奔向宋爷爷的瑞宝看到圣熙阿姨后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圣熙阿姨，这让圣熙阿姨心里暖暖的。而辉宝最近与宋爷爷的感情越加亲密，辉宝最近总在默默地迎合着宋爷爷。
宋爷爷在通道门口呼喊姐妹俩过来，瑞宝纹丝不动，只有辉宝走了过来。于是宋爷爷便将自己手里的胡萝卜全部给了辉宝。辉宝越乖，宋爷爷越宠。当瑞宝和妈妈一起回房间休息时，宋爷爷就偷偷给辉宝喂小胡萝卜。不过辉宝这时显然不太想吃胡萝卜，辉宝简单咬了一口后，便放下手里的胡萝卜，跟着爷爷的步伐转来转去。辉宝再也不是让宋爷爷出主的捣蛋鬼了，辉宝现在是听爷爷话的乖小孩了。宋三岁有事儿没事儿就来到园区教瑞宝辉宝掰竹子。看来宋三岁最近没少刷福宝在中国吃竹子的视频，看到福宝不会掰竹子，只能将数米长的竹子举到天上去吃时，心里一定很懊悔吧？而且还是每刷到一次就会懊恼一次。宋三岁心想，自己教了这么多，甚至连如何写字都教，怎么偏偏把最基本的如何掰竹子给忘掉了呢？为此，现在宋三岁每懊恼一次，就来到园区教瑞宝辉宝一遍。另外还有很多粉丝们提醒宋三岁，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表情，要像萌二这样。不过这让最近瑞宝和辉宝感觉到宋三岁越来越烦熊了。辉宝表示，每次宋三岁手里有竹子，就要怼到自己的脸前，心想宋三岁有点急于求成了。我还没满1岁，牙都还没长齐，就算学会了，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给竹子掰断呀。宋三岁听不到辉宝这些话，只好缠着辉宝反复教学。在这几天连续教学下，宋三岁自己也总结出来了一些技巧，就比如一根完整没有裂开的竹子，就算是成年人他也是掰不动的，必须要借用膝盖。当然宋三岁表示，这个瑞宝辉宝不用学，因为难度系数比较高，而瑞宝辉宝要做的是去掰那些饲养员已经帮忙摔裂的竹子，那种的才可以掰得动，亦或是自己先给竹子咬裂，如果硬掰的话，就会出现飞云着咬牙切齿的表情，因为需要全身用力，包括脸部。当然就算这样也有可能会失败，就像宋三岁这样，有些太短的就连用膝盖掰不开，最后只能白忙活一场。宋三岁的总结很到位，但就怕一段时间过后，宋三岁掰竹子的手法越来越熟练，而瑞宝辉宝这里还是老样子，依旧是坐在爷爷身边，直接享受爷爷给自己处理好的竹子。宋三岁，下一根再掰得短一点。到看到宋爷爷和江爷爷收熊的样子，我才明白瑞宝和辉宝更听江爷爷的话。宋爷爷收熊都爬上树了，辉宝都不愿意让爷爷抱下去，而江爷爷来了，辉宝不仅跟爷爷卖萌撒娇要胡萝卜吃，而且任凭爷爷怎么抚摸都不抗拒，甚至看到爷爷离开，自己就主动从树上下来，好去追爷爷。可以说辉宝丝毫不给宋爷爷面子呀。宋爷爷真是个可怜的小老头。今天是盛熙阿姨和江爷爷一起来收熊，盛熙阿姨给瑞宝递了一块胡萝卜，瑞宝这模样怎么感觉瑞宝越来越像人类了？感觉宝家这优良基因继续繁育下去，大熊猫离直立行走都不远了。江爷爷拿着手机给姐妹俩记录着此时这可爱的模样。看来江爷爷说的暂停节目应该是不再更新有关福宝的视频了，但是周一瑞宝和辉宝的节目还会继续进行，不过这也要等周一才能确定。希望周一爷爷会继续更新动态。瑞宝现在牙还没长齐，就算嘴巴张得再大，胡萝卜也只能受个皮外伤。瑞宝啃着啃着就累了，放弃了，打算休息一会儿。姐妹俩在室内园区自己玩耍，爱宝则独自在室外园区享受春日里的自由。而乐宝这里也好久没见到自己的小娇妻了，看到小娇妻后，隔空跟小娇妻示爱，但爱宝根本不想搭理乐宝，甚至看到乐宝就来气。因为爱宝发现有了孩子后，才明白自由的可贵，现在终于摆脱了带娃的负担，根本不想再体验带娃的感觉，让乐宝自己忍着吧。等到了下班点，将爷爷拿来奶盆给姐妹俩喂奶，辉宝很给面儿的从树上下来，乖乖来到爷爷身边吃奶。宋爷爷看到这画面又得碎了，因为辉宝让宋爷爷感觉到不被爱了。等宋爷爷再看到江爷爷和辉宝这宠溺的样子时，心里得难受坏了。宋小辉要改姓江了，本来跟爱宝说好的一人一只熊，谁也不会吃醋，但这下辉宝不跟自己玩了，宋爷爷的醋意更大了。这晚上宋爷爷肯定要去跟爱宝告状了，表示辉宝不跟自己玩，只跟江爷爷玩。